朱辉因出任广东巡抚时，课上有人很多告无头冤状的，千里行人忽然死不见尸，几人同行也全都神秘的失了踪。像这样的案子积下了很多，没法纠察。起初告状的时候，官府还行文追击，状子一多又没头绪，官府竟再不过问。朱公到任后一一翻阅旧案，见状子中称人已死的就不下100多份，那些远离家乡无人寻找的死者更不知有多少。朱公十分惊异哀伤，苦苦思索，废寝忘食，又走访遍了同僚和部属，还是没有一丝线索。于是朱公便沐浴熏香，给城隍发去檄文，请求神灵帮助。继而睡下后，恍惚中见一个官员穿着公服走进来，朱公便问：你是什么官？来人回答说：城隍神刘某。朱公又问：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城隍答道：鬓边垂雪，天际生云，水中飘木，闭上安门。说完就退下了。朱公豁然醒来，梦中的话还记得清清楚楚，但不解是什么意思，辗转反侧思索了一晚，忽然大悟道：鬓边垂雪是老，生云是龙，水上木当是船，闭上门是户，合起来岂不是老龙船户吗？原来本省东北地区有2条河，叫小岭和蓝关，都自老龙津发源，一直流到南海。岭外巨商大都从老龙津乘船进入广东，朱公便派遣武官密授计谋，捉拿老龙津驾船的船户，陆续抓住了50余人，全都不经上刑便招供了罪行。原来这些贼寇以周斗为名，将客商骗上船去，或者下迷药，或者烧焖香，将客商弄得昏迷不醒，再剖腹放入石头，等尸体沉到水底，图财害命，极为狠毒残酷。为冤死者昭雪后，远近欢腾，人们都编成民谣颂扬朱公的英明。